芝麻酱到底该怎么调稀？用水还是用油呢？大厨教你这样做，丝滑细腻，味道香。这个是我花钱学来的，确定不听听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说到芝麻酱，相信大家最熟悉，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，浓浓的芝麻香，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呀。不仅可以火锅，还可以拿来拌面，用来炒菜和拌菜。虽然芝麻酱很香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，自己买的芝麻酱呢，一般都比较浓稠，和每个饭店酒店的都不一样，每次用到的时候呢都尴尬。即使芝麻酱很稠，是需要稀释的。那么芝麻酱怎么才能调稀呢？很多人纠结到底用水还是用油，这里我告诉大家，首先呢，我们取1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的量，放入碗中。喜欢更香一些的话，可以往里边放入一些花生酱哦，这样能够中和掉芝麻酱的苦涩味。现在先放一边，接下来我们准备点香料，准备几片香叶，2个八角，一点点桂皮，再加入1小把花椒粒。八角和桂皮呢，一点点就可以，否则香味过于浓郁就会抢了芝麻酱的风头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一点点就够了。热锅冷油我们下去大料，这样各种香料在油温慢热中能够更好的出香味。凉油下锅可以更好的熬出大料中的所含有的香气，这也是能熬出好的料油的关键之一。就比如花椒中也含有很多的挥发性的植物油，具有芳香。我们在熬制料油时，用凉油放入大料，花椒小火慢熬才能出香，而大火一会儿就糊掉了。待油温慢慢升高，将大料、花椒熬至变色后，有微微焦香时即可关火捞出，切不可熬糊了，一点糊味都不行。然后用漏勺将熬制后的大料油过滤干净，料渣香味是尽，丢弃即可。那这香香的料油就制作好啦。料油可以用万能油来形容它。料油不仅在大酒店有，很多的小吃摊呢也会用到料油，例如很多卖小菜的面店的，经过熬制，色泽鲜亮，味道鲜香，而且日常百搭，任何美食加入它都是如虎添翼。这里我们加入2勺芝麻酱在里边，等其冷却后呢再加进来哦，然后将其完全搅拌融合。我们用大料熬过的油来稀释芝麻酱，不仅可以解决浓度问题，还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香味。先用油稀释，用油过的芝麻酱非常的好吃，很香，芝麻酱也非常的细腻和丝滑，而且呢特别的好存放。有的朋友调芝麻酱时也会加入凉白开，当然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味道不够浓香，和用料油调的完全是2个味道，而且呢保存的时间呢也不会很长。不过现在芝麻酱呢还特别的涩，并且没有咸味，不好吃，所以呢还需要调味。往里边呢加入一点生抽，适量的加一点蚝油，一点白糖提鲜，然后呢继续搅拌开，使调料被芝麻酱完全的吃进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准备大家最爱喝的雪碧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哦，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。在外面涮火锅，您可有遇到过调料区有雪碧吗？所以这个秘诀只有真正的吃货懂行的人才知道。调配芝麻酱的秘诀居然是加它，不管是凉拌还是蘸料都是一绝。我们少量多次的把雪碧倒入芝麻酱中，第一次呢，我们先搅拌至雪碧被吸收掉，变浓稠以后，再继续加入雪碧。搅拌的时候呢，要顺着一个方向搅，要不然的话芝麻酱会泄掉。
容易出现上下分层的情况，而且是少量多次的加入，加的太多的话，调出来芝麻酱不均匀，容易起疙瘩。还有，毕竟不是很熟练，不好掌握这其中的含水量呀。少量的加入，充分吸收完了之后，再来加一次雪碧，继续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。我们用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不仅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而且呢还不会有苦味。其实加入雪碧调出来芝麻酱的口感，您不用担心会是黑暗料理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大众且受欢迎。而如果是用水或者是直接加食用油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味道呢会略有苦涩，而在那基础上加入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味道层次呢更加丰富，带有一点点的甘甜味呢。与此同时还增加了芝麻酱它本身的芝麻的香味。搅拌到像这种状态，搅拌到芝麻酱细腻绵强即可。现在芝麻酱调好了，这就是为什么饭店里面的特别好吃，我们自己调的不好吃的原因。因为我们往往嫌麻烦而做的太过简单，都是简单的加入适量的凉白开，搅拌开，加入盐就可以。吃起来总是感觉口感不好，有点涩涩的。而饭店呢是为了吸引顾客，所以呢自然上心些。现在知道原来饭店里面的芝麻酱都是经过调制的了吧？天冷自己在家吃火锅，调一碗香香的芝麻酱配着，真的是超开胃。所以以后想吃好吃的芝麻酱，再也不用去火锅店了，自己调出来的比饭店的还好吃。记得收藏起来不怕忘哦。我们用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不仅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而且呢还不会有苦味。其实加入雪碧调出来芝麻酱的口感，您不用担心会是黑暗料理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大众且受欢迎。而如果是用水或者是直接加食用油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味道呢会略有苦涩，而在那基础上加入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味道层次呢更加丰富，带有一点点的甘甜味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